这个视频我想谈谈我们作为外国人怎么在日本生活的事情。我现在在这边已经生活了10年了，这个视频其实写了好几年，反正也写的挺爽吧。这个频道不是我的工作，所以我可以想花多长时间就花多长时间。然后我有的时候就是生活中我会有一些感悟，或者工作上，反正就来来回回花了很久，就是每次都改，就改到满意为止。有的时候也是自己拖延，然后有点什么事儿就把这个放到一边，然后就花了3年时间写了这么一个视频。这个过程我其实自己还是对我挺有帮助，因为会帮我整理一些自己的想法。我也希望如果你是刚来日本或者还在考虑要不要来日本的话，希望它对你有所帮助。开始。我觉得大多数人首先需要了解，就是旅游和在这边生活和工作是很不一样的。留学有点介于两者之间，就是你有的时候是甲方，有的时候乙方。因为你觉得日本的服务很好很有礼貌，是因为你是甲方。用国内的状况打比方，就是你可能会觉得啊，作为一个大城市中产，你可能享受很多便利的服务，你可能有什么快递啊什么的外卖之类的，就是这种服务是有代价的，因为你自己不会想做快递员那一类的工作。日本也是一样的。为你服务的那些人，他们可能就要拿着微薄的薪水啊，住着狭小的公寓。你日本的这个房子真的是，哎呦我的天，反正就然后精神上还要压抑着自己情绪和不满，还要被上司洗脑什么的。有的公司你要进去之前，你还得看一下什么社长的这个自传，然后还要写一个读后感，简直了这件事儿。我知道有些人会非常想跟我说啊，国内就是这样，或者说国内更惨，但是就对了。就像你们在国内生活会对国内那些说难听点要操蛋的地方有非常切身的感受一样，我们在日本生活对于日本的非常操蛋的地方也是有同样的感受的。回到礼貌这件事儿，我觉得很多时候其实说一句啊谢谢对不起，这挺好的，就像一个社交生活的一个润滑剂一样嘛。但是你在这边生活过一段时间，你会适应，就像你的眼睛看这个光的时候，你在暗处你的眼睛会睁大，你的在亮处呢它就会眯起来。就像这样，其实礼貌和友好是相对的，就你是通过一个人行为对于他的文化的平均值来判断他是不是礼貌友好。所以你刚来日本的时候，你的判断是错的，因为你还没有抓到日本的平均值是什么样。所以当你开始在这边生活，开始说日语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要一边过滤别人说的话里面这些客套的成分，才能分辨出他们真的想说什么。首先这个就很不容易。那与此同时，你自己表达的时候，你还要学着他们那一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你就发现，其实这一套礼貌是不是除了增加沟通成本，它是不是没有屁用？因为大家都习惯了。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吧，就是因为你能分辨出什么是客套的时候，这个时候开始你可以分辨出什么是真正什么样的人是真正上扬友好的。反过来，当然你也会发现啊，什么样的日本人是不那么友好。我想给看这个视频的观众也提一个问题，需要你们思考一件事，就是如果日本人跟你说啊，你的日语真好，你是什么感受？我的故事是这样的，对，我有一个故事。我刚来日本的时候，别人跟我这么说，我其实挺开心的，因为我虽然考了 N1，但是那个是纸面上的，没有什么现实中的这个和人说日语经验，给日本人认可，我觉得他们是，我觉得我就很吃这一套，就挺开心的。但是后来我开始在日本已经生活1年，我经历了一些不太好的事情，就是租房的时候，我在网上看一个公寓，我觉得挺好的，然后去找中介说想租这房子，然后他告诉我这个公寓不租给外国人。这个当时就完全超过我的知识范围，我就不知道还有这种事情。还有一件事是，我想打工做家教，也是我教努力之后，他跟我说啊，就这么说的啊，我们只招日本人，就是原话。我当时还是想教英语，这不是说啊你要教日语啊，要日本人的话呢可以理解，是不是？我很确定我的英语是吊打90%，如果不是99%的日本人的话。还有很多模糊的事情我不确定，但是你说让我说我主观的感受，就是我发表意见的时候，有时候就被日本人就无视掉了。然后他可能过一段时间再跟我说啊，你有没有想过这个方案？我之前跟他说过，就这样。然后生活上工作上，然后点什么事儿，好事儿不归功于我，一出点什么坏事啊，就外国人就成梯队了。你说这种事儿吧，
也有别的解释，所以说它很模糊嘛，就是有可能是我日语不好，那我自己当然工作上也会犯错误，对吧？而且有些差别对待虽然是差别对待，但是日本人也会受到，因为他们可能是地位低，比如说你刚进一个公司，你可能地位比较低啊什么的。那我一开始就觉得没有必要草木皆兵，但是我也真的遇到板上钉钉的歧视，所以不得不在这种时候考虑对方是不是心怀鬼胎。那这个时候我再听到你的日语真好这句话，就觉得有点不舒服。我就分析自己为什么，我觉得它其实有2个潜台词。首先，你不会对日本人说这句话，你这样是莫名其妙的，你不会说啊，你的母语说的真的好流畅。那潜台词之一是，你作为一个外国人说的日语说的还挺不错的，就日本人真的会用各种小动作，其实不停的提醒你啊，你是一个外人。如果你在日本生活，我觉得这个分析不难接受。其次就是它包含一种价值判断，它称赞的不是你本人，而是你有多像日本人。他不是说啊，你的中国口音好帅，这个可能这个话我这么说听上去有点奇怪，但是现实中你是有类似的例子，比如有些人可能会喜欢说啊，广东口音的普通话听上去有那个或者说什么这个法国小哥说的英语啊，真的有那个调调，就觉得但是日本人说你日语好的时候，他说的其实是你像日本人一样说话真好。而谁最像日本人呢？日本人。所以从另一个视角，你也可以说啊，这是我就像我养了一条狗，这条狗做了我认可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给它一些奖励，去驯化它，做更多这样的事。我知道这个话不好听，但是我还是选择把它说出来。就是我其实工作上也遇到过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很多时候就为了维护那么一点和气，就是一点小事，然后讨论来讨论去，然后没有人愿意负责任，没有人愿意下定论，没有人愿意说自己的想法，就花很多时间，啥问题都没解决。我就觉得很荒谬，所以我希望把这件事情说清楚。这句话虽然看上去很不起眼，你的日语真好，而且在多数语言中其实是不值一提的，我觉得。但是在日本，有的时候的潜台词就是对方没有把你当一个平等的人去看待，而且我觉得它背后是有更深的问题。我刚来这边上学的时候，学校其实组织了一个给留学生的活动，给我们介绍日本文化。然后我们讲课的老师啊，他讲一半忽然就开始感叹啊，外国人太多了，纯种的日本人要灭绝。你就可以想象，我当时作为一个还在思考要不要以后留在日本的外国人的观感是什么样。顺便说句，那个时候我还对二战德国那一套什么啊，这个白人要灭亡什么那套没有任何知识的，还没有联想到那里的。我惊讶倒不是有日本人能说出这种话，而是从他那个身份，他是留学生，负责留学生的老师，他能这么毫无自知的用这种态度把这个话给说出来。而且这种事情我至今在日本也时不时遇到。我知道啊，如果你去社交媒体上，你可以看到很多更逆天的发言，你可以看到很多人是真的就是对外国人有非常血淋淋的恶意的，但是我宁愿比较宽容的看待日本的普通人，毕竟社交媒体它有时候放大一些极端的声音，因为这些就是容易病毒式传播嘛。所以除非我有很好的证据，我其实不太愿意怀疑身边的日本人有这种恶意。但是是这样，不管你有没有恶意，我们受到伤害。而且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外国人对于这种事情非常无力反抗。你去和一个没有设身处地经历过这些歧视的日本人去谈这件事儿，而且你还得用一门外语去解释，本来这就很难。而且你会怀疑自己，因为毕竟你的日语能力是有限的嘛，你不确定你对于某句话或者某件事的理解是正确的。如果你的理解不正确，那你就变成无理取闹了。那最后就算你的理解正确，解释也解释清楚，那日本人他不一定能听懂，甚至他有时候他不愿意听懂。所以他为了避免冲突，那可能表面上就啊，对对对，是，就逃避过去了。实际上你们之间没有达成任何共识，而这种人太多了，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去教育和纠正他们。所以从结果上来看，你甚至可以说，日本的对于这种外国人的歧视，他这个文化是被这种无知所保护着。日本人他们不知道真正的外国人是什么样，不知道怎么和他们相处，也没有一个路径去学到这些。
所以面临着这个状态，那接下来问题就是，我们作为外国人生活在这，我们没有办法反抗这种歧视，那我们能怎么办？我看到在这边生活比较久的外国人选择的手段有2种，其中之一就是减少和日本人的接触，比如工作之外基本上就和自己的族群在一起。这听上去可能有些不现实啊，但是其实因为这么做的人也不少，所以意外的还挺行得通的。比如中国人可能我们有我们的微信群组啊什么的，这个小红书啊什么的，你说英语的话可能就是 Reddit 或者是 Discord， 甚至有群去专门给你这个行业的外国人去交流，这些我都见过。那有了这些群组，你可以获得很多信息，比如说生活上应该怎么做，工作上怎么才能获得晋升，或者出去玩的时候去哪儿比较好玩。那如果你没有在这边生活过，可能超出你想象的，就是在日本生活的时候并不需要时时用日语。我的一些中国朋友在这边很多年了，没有办法流利的说日语。我曾经甚至认识过一个人，就是他自己甚至已经规划成了日本国籍，甚至还是没有办法说流利的日语。他平常生活工作都和日本人没有什么交集，就是在中国人那个小圈子里。我其实也不知道他们，就这个人他已经是日本人，他的护照是日本护照了，已经是。我就觉得挺夸张的。反正你减少了和日本人接触，你就能减少自己受到歧视的次数，这个算是一个没有办法的。但是我觉得大多数人到最后是这个结局。但是我还是觉得，就是我们作为外国人之所以选择来日本，我相信大家最初都有某种期望或者憧憬对于这边的生活，而且我们在这边其实能够体验到一些游客体验不到的日本非常有深度的一些东西。所以我觉得把自己隔绝在这个日本社会之外是一个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反过来去坚持想要融入日本的这个想法，也算是另外一条路吧。其实我觉得你要是刚来日本的话，你也不用被我刚才说的这些去吓到，就是好好学日语，了解他们的文化。日本人说什么，其实你不需要想太多，因为你知道太少了，这个时候疑神疑鬼对于自己没啥好处。但是你把自己的这种惯性一直带下来，你开始完全站到日本人的立场上，你明明自己被歧视还要解释成是自己或者是其他外国人的问题，那我觉得就是另一个极端。我跟一个女生曾经聊过和日本人交朋友这个话题，我就说啊，这个事情很难啊。她说她为了在职场交朋友，通过各种小的细节观测周围一个日本同事的喜好，然后投其所好了1年，终于和对方成为了普通朋友，开始被邀请一起出去玩。我震惊的是，她觉得这个过程非常正常，甚至还跟我说啊，你就应该这样什么什么，反正想要教我。但是我觉得很显然，如果你要交个朋友还要1年时间的话，我说难听点，别人一开始没有把你当平等人去看待。还是回到主人和狗的这个比喻，就是日本人做这些事情就算不是刻意的，他们的底层逻辑往往是出于自己的习惯和方便，所以你不加思考去接受他们的这些习惯，你其实在把自己应得的利益拱手让给了别人。而且其实一开始也不应该是日本人的责任去维护你的利益，对吧？甚至退一步说，就算日本人自己，他们也会反思他们文化里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比如对一些礼仪的过分执着啊，人与人之间距离太远啊什么的。你对这个社会的了解到了一定程度之后，你能看出来日本人之间他们会有性格的看法的不同，也会有阶级差异什么的。他们每个人说的话都会有他们自己的局限性。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们作为外国人没有必要去过度迎合日本人的期待的原因。你可以把日本人的期待看作一根拐杖或者一个信号。你刚来日本的时候你会需要它，但是你自立了之后你还一直拿着它，那就很奇怪。我觉得我们作为在其他国家生长的人，我们的文化其实也是经历了历史的锤炼和洗礼，就是它会有它的弊病，但是也有它合理的地方呀。我们不能一直处在一个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被教育的孩子一样，或者说一个学生，用这种心态在日本生活。最后我想谈谈我自己现在会怎么做。对我现在心态帮助最大的是，就是去接受我没有办法融入日本社会这件事儿。没有希望就没有失望嘛，就我没有办法和大多数日本人成为朋友，一开始就没有这个期望。毕竟我们作为个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社会的，所以我不会再会去主动的去试着融入日本，或者是和日本人成为朋友什么的。但是我会用我的方式去关心别人，也会去学习日本文化里面我觉得好的地方。
但是最终我会去关心自己的生活的是不是舒服，我不会去委屈自己去成全别人。有的时候反过来，我也会去和日本人去摆事实讲道理，去说服他们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事情。就算是这样，只是自然去和日本人相处，我其实还是收获了一些日本朋友。有些人呢是对中国有真实的了解，比如说在那边留学或者工作过。顺便说一句，在中国工作过的人其实还挺多的。如果你在日本这边看的话，可能国内不太经常见到，就是大企业的这个什么叫驻外援什么的，然后呢，也有些人其实很正常，就是共同的兴趣爱好或者是机缘巧合什么的，也能成为朋友。不过对我这一边生活帮助最大，还是其他在日本生活的外国人，不管他们说的是汉语还是英语，我会去学习他们怎么适应日本，问一些问题，然后看到有需要帮助的人的话，我也会主动去帮一把，毕竟我自己也受到很多帮助。大致就是这样。我想说的这个视频就这样吧。如果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就点个赞吧。如果我说的话让你想到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那欢迎在下面留言，分享你自己的经历。我觉得应该也会有很多人想要看到这些事情。对，再见啊 ！Don't forget to be awesome。哎呀，太完了，3年呢，3年写这么一个破视频，哎呀，剪吧，赶紧发吧，就这样。